2.81亿新元，只是在南北线多加一个 Brickland 站。这个数字一出来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一句话：有必要吗？但真正要问的不是它为什么贵，而是如果现在不做，几年后会贵成什么样？因为这不是在空地上顺手补一个站，这是在一条已经跑了30多年的主干线上，硬生生插进一个新节点，而且列车还不能停，居民第二天还得照常上班上学。住在 Bukit Panjang、Choa Chu Kang 这一带的人，对这种差别最有感觉。地图上看只是少一个点，现实里却可能是多走一段路，多换一趟车，每天被吃掉10到15分钟。单看一天不明显，放到几年，就是整片社区一起付出的时间税。新加坡愿意为这种项目继续砸钱，重点从来不是做个好看的新地标，而是避免旧网络在关键时刻掉链子。城市越成熟，真正昂贵的往往不是建设本身，而是错过提前修补网络的窗口。Brickland 站这件事讲的就是这个逻辑。为什么新加坡越老的线，反而越舍得继续打磨？要看懂 Brickland 站，先得把一个背景放清楚。今天的新加坡，很多基础骨架其实早就铺好了，现在面对的不再是有没有线、有没有路，而是现有网络够不够贴近新的生活分布。换句话说，城市发展已经从铺骨架走到精修阶段。路交局在 Land Transport Master Plan 2040里提过几个很关键的目标：更多家庭在10分钟步行范围内接上轨道网络，把更多日常出行压进20分钟城镇、45分钟城市的框架。听起来像口号，但落到居民身上很具体。问题常常不是附近完全没有 MRT， 而是那个 MRT 离你还是有点远，换乘还是有点烦，整趟路还是有点不稳定。尤其在西部，这个问题会越来越明显，因为 Tengah 正在逐步入驻，周边生活圈、学校、商业、就业节点都在重新长出来。居民不只会问有没有祖屋，也会问去 Jurong Lake District 快不快，去 Woodlands 顺不顺，进市区要不要绕。原本看起来够用的占据，到了人口和活动量上来之后，就可能没那么顺手。对家庭来说，这种差别特别真实。孩子上学，父母上班，老人去医院，大家未必会为票价多几角天天抱怨，但每天多走一段，多晒10分钟，多赶一次巴士，这种累是会积起来的。所以 Brickland 站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灵感，而是城市进入成熟阶段之后一个很典型的动作，不重画整张地图，而是在原有网络里补一个长期缺口。Brickland 站最值得拆的地方，不只是工程难度，而是它一点都不像临时起意。很多人经过那段轨道，只会觉得两站之间空了一截，但在规划者眼里，那可能早就是未来人口、步行圈和接驳效率会变化的位置。新加坡基建有个很稳定的习惯，不是每次都一次性把所有东西建满，而是先把未来可能用到的空间、走廊、街口和土地边界尽量留住，等需求成熟，再把节点激活。这个思路并不新，大家常举的例子是 Dover 站，它在2001年开通，是东西线上的插入式车站。再近一点，2019年开通的 Canberra 站，是新加坡首个在既有高架线上增设的车站。也就是说， Brickland 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，它背后已经有一整套经验，怎么在旧线上加站，怎么处理乘客导流，怎么控制施工风险，怎么把运营影响压低。很多城市的问题不是不会建，而是早年没留位置，等人口上来了，需求明显了，才发现土地已经被别的用途占掉，轨道接口也接不出来，最后只能用更贵、更慢、扰民更多的方式补救。新加坡的做法更像是在给未来留选项，需求还没成熟的时候，不急着把钱一次花完，但该空的地、该留的通道、该预想的接口先处理好，这样等时机到了，这个节点就不是临时补救，而是按计划被激活。现在回到大家最关心的问题，为什么会这么贵？因为 Brickland 站根本不是普通土建，你如果把它理解成空地上多盖一个站，当然会觉得 2.81亿新元很刺眼，但它真正的难点是要在南北线继续正常运营的前提下，
把一个新站插进旧系统，白天列车照跑，乘客照常进站，夜里工程团队才有很短的时间上轨作业。这种工程最贵的不是水泥钢筋本身，而是你得为不停运、安全和低扰民付钱。既有高架线加站，前面要做结构评估，确认原有高架和相关构件能承受后续改造，中间牵涉轨道、电力、通信、信号、站台门、乘客动线、消防和疏散安排，后面还要做测试、切换和反复验证，确保新旧系统能兼容。公开资料提到，这类既有线核心工程很多只能压缩在凌晨短窗口完成，真正能动手的时间就那几个小时。前面要做安全隔离，后面要恢复系统，还得确认首班车前一切正常。这意味着很多工序都必须切得非常细，设备、人员、材料、审批、应急预案都要严丝合缝。只要一个环节延误，代价就不是加班而已，而是可能波及整条通勤线。这样一来，成本自然不会低，因为你买到的其实是3样东西：不停运、低风险，把复杂度尽量留在工程团队内部，不转嫁给每天通勤的居民。放在这个框架里看， Brickland 站的价格不是离谱，而是把现实难度老老实实写在账面上。如果只盯着造价， Brickland 站很容易被看成一笔不划算的支出。但公共财政算的从来不是单纯土建账，而是系统账、时间账和扰动账。Brickland 站最直接的收益其实很朴素，周边居民通勤时间可节省大约10到15分钟。很多人听到这里会觉得也就10几分钟，可问题是，这不是一次性的10几分钟，而是每天都在发生。一个上班族每天省10分钟，一周就是50分钟。双职工家庭2个人加起来接近2小时，再放到1年看，这已经不是小数目。更重要的是，这10到15分钟往往不是舒服地少坐一会儿车，而是少走一段路，少转一次车，少一次赶巴士，少一次因为衔接不顺而迟到。对新加坡这种节奏很紧的城市，这种稳定节省下来的时间本身就是公共价值。这里还有一个经常被忽略的点，交通公平不只是票价能不能负担，也包括你接近系统的成本高不高。LTMP 2040提出，希望80%家庭步行10分钟内可达地铁。这背后的意思很清楚，从家门口到站口这段路，同样是政策要处理的现实。Brickland 站这种项目看起来只是补一个点，实际上是在修正成熟网络里的服务密度，很适合和跨岛线 CRL 对照着看。CRL 这种新线是给城市再开一条大动脉， Brickland 这种插入站更像把原有毛细血管补密。大动脉重要，毛细血管也重要。一个城市只会建新线，不愿意修旧线，网络最后会看起来很大，但用起来不一定细。那为什么不干脆拆旧重建？因为成熟城市最怕的不是工程难，而是社会代价失控。微创更新看起来没有那么壮观，甚至单价更高，但它换回来的是更可控的投入、更低的社会摩擦，以及旧系统继续服务下一阶段的能力。所以 Brickland 站最值得记住的不是2.81亿新元这个数字本身，而是这笔钱买到的东西：更短的步行，更稳的通勤，更低的扰民，还有旧系统继续长出新价值的能力。它说明一件很关键的事，成熟城市真正高明的地方不是永远往外摊大饼，也不是动不动就推倒重来，而是愿意持续修补、加密、升级那些已经服务多数人的旧网络。新加坡专注打磨南北线，不代表它没有新蓝图，恰恰相反，正因为它有长期蓝图，才知道什么时候该建像 CRL 这样的大动脉，什么时候该补像 Brickland 这样的小节点。对居民来说，这最后会变成更少折腾；对观察政策的人来说，这反映的是一种很稳定的治理风格。提前留白，等需求成熟再激活，尽量不停摆，把社会成本压低，把公共收益拉长。下次再看到某个基建项目价格不低，也许可以先问一句，他到底买到了什么，而不只是盯着它为什么这么贵。我是阿明，
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把你最想追的项目留在评论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